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各位投资人一定非常有兴趣，今天我们上什么课程呢？我们今天上钢铁业，你不是说已经上过了很多次吗？我们过去介绍的钢铁业都是介绍碳钢、不锈钢的平板钢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要介绍长条钢的部分。那你说长条钢跟平板钢有什么不同呢？我常常跟别人开玩笑，就是说你讲到平板钢的时候，你把它想象成我们要做披萨一样，就是它是薄薄的。那如果说你讲到长条钢的时候，你把它想象到说我们要去做面条，它是细长型的。OK， 这是一个笑话。那希望借着这个笑话让大家了解，平板钢跟长条钢之间它外形的区分。好，接下来我们讲到正题，请导播帮我们切一下图卡的部分。好，那首先呢，我们要讲钢铁业的碳钢、长条钢这个地方呢，今天我们是初级班哈。那我们讲第3集的部分。那所谓的长条钢呢，我刚刚已经约略介绍过，就是说它的形状呢，外表看起来就是长条钢，所以简单来讲，我们用外形去区分它，就是外形为长条状的钢皮，我们称它为长条钢。好，那台湾目前长条钢的产业状况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哈。你说Judy 你又拿出来了，这个好像很复杂。不会的，我告诉大家哈，我们过去在讲那个所谓的碳钢的时候，是不是都在讲平板钢，都在讲高炉系列？那我们这次介绍的长条钢呢，台湾的长条钢的部分有2种生产方式。那一种就是中钢用所谓的高炉厂它做出来的。我们之前介绍所谓的平板钢的部分之后，它会有扁钢胚。那同时呢，它如果把钢液倒到大钢胚里面，可以做成小钢胚，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生产什么长条钢。那除了中钢以外的业者呢，包括了东钢跟丰兴呢，他们是用电炉做生产。那电炉生产呢，做出了小钢胚以后，然后再分做所谓的条钢跟线材，这就是长条钢大概的结构、生产结构。好，你说这张看起来很复杂，我们弄一个简单一点的来看。也就是说呢，因为大部分的业者都是用电炉炼钢来生产，除了中钢以外，那你说电炉炼钢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的原料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包括了废铁、废钢啊。那这部分呢，有一部分由国内提供，不够的部分就由进口。那在电炉炼钢的方式呢，主要的厂商有包括了像丰兴啊、东钢啊、威致啊跟海光。那以东钢、丰兴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在小钢胚这个地方呢，除了我们这些4家业者是自制以外，那不足的部分就用进口。那你说，那长条钢做成了小钢胚以后，它下游做什么？它分作2类，一个是叫做条钢，一个叫做线材。那大家可以发现条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型钢啊，还有钢筋啊，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建筑结构里面有什么 H 型钢嘛？那所以说，除了 H 型钢以外，它这边还有一些角钢啊。那你说，那这些角钢、型钢是做什么？就是像桥梁、公共工程这个地方它需要。那钢筋呢？我们最主要常常在看到盖房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钢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条钢这一系列呢，它主要的下游以内需产业为主，不管是公共建设或是民间需求的内需市场为主。所以说，内需市场的好坏就会去影响所谓的型钢跟钢筋的价格。那另外一类呢，叫做线材类。那线材类这个地方呢，它可以分作所谓的棒钢，还有盘圆跟线材。那其实呢，它的区分就在直径的部分。那直径在1.4公分以上的，我们叫它棒钢；那在1.4公分以下的话，我们把它叫做盘圆跟线材。那它的下游，你说有这么多种，没有错，但是它大部分是以外销产业这个地方为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咯，长条钢这个产业可以分作条钢跟线材。条钢大家记得以内需市场为主，那线材这个地方呢，因为范围比较多，那大部分都是以出口，内需也是有，然后出口比例这个地方会比较高。好，那接下去我们继续看哈。那长条钢这个地方呢，我们刚刚有介绍的部分，就是说它有分2类。那我们现在呢，就针对就是线材这个地方在做细分。我们刚刚说它有分作棒钢哈，还有盘圆跟线材，在于它直径大小的区分。那棒钢这个地方呢，它最主要的下游
流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跟公共工程有关哈。它棒钢可以拉成所谓的钢线、钢缆啊，它是用在吊桥的一些功能。那直径比较小的盘源线材这个地方呢，它把它抽更细一点，然后接下去它可以做成什么？螺丝螺帽这个地方。那像台湾这个地方过去呢，有螺丝螺帽的王国之称。这我们后面来讲话，在专业班会再做比较仔细的介绍。所以这样一讲，大家大概就知道长条钢它的下游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呢来介绍一下长条钢的成本面的部分。好，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电炉业者主要生产的原料是什么？废钢。但是台湾的废钢呢本身是供不应求。你说废钢是什么？胎梯啊嘛，对不对？我这句台语不知道标不标准，就是我们去跟常常会有人去收购我们废的那个什么那个钢的部分，然后在国内的部分呢，电炉厂商在上游这个地方做一个采购，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东亚地区都会参考以日本废钢的价格为一个主要的市场价格的制定者。那需求的部分呢，我们已经有讲过了哈，就是说在那个条钢业这个地方呢，大部分需求是内需市场，那营建业本身就是主要的需求之一。好，那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碳钢主要的原料的走势，它主要呢，它应该因为在长条钢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有讲过，它可以以高炉的方式生产，也可以用电炉的方式生产。那国内以高炉生产方式只有中钢一家。好，那所以这个是蓝色的线是铁矿砂，就是用高炉生产的原料成本。那在橘色的部分呢，是日本废钢，这是电炉的生产业者。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就是说，如果说铁矿砂的价格是高档的时候，那是不是大家就会转用，就是说用那个电炉高炉制造的这个地方小钢坯的成本就会变高，那所以大家就会把它转由什么电炉制造的小钢坯。所以我们可以发现铁矿砂跟废钢这个两边的价格它是具有一定的关联性。那同样的就是说，当铁矿砂价格往上涨的时候，那是不是小钢坯的价格往上涨？那大家就用电炉生产，电炉生产是不是又会带动废铁的价格？所以我们这样就知道，其实废铁或废钢的价钱是跟铁矿砂的价格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关联度，只是会有时间的落差而已。好，那讲完大概的长条钢产业的基本面以后，我们来讲一下长条钢产业的技术面。那我们这边举的一个代表就是业界在条钢业里面，长条钢里面有称丰兴，丰兴就是以电炉生产厂商来讲的话，业界称作它是小中钢。为什么叫小中钢呢？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电炉生产的业者，而且它的业绩相对比较好。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它整个那个获利的情况来讲的话是不错的。所以你看它技术面的线型，从那个2001年开始，1高、2高、3高，然后走到3低，然后未来这个地方要走一个4高的动作。同样的道理，投资人最喜欢问我的问题是说后面怎么走？那第一个我们说过，回档要看什么？拉回有没有守住1/2嘛？那投资人就来信来问我说，1/2怎么算？其实就是我们一个 N 型的起涨原点跟高点这个地方加起来除以2，所以它的1/2处，大家看价钱我算出来给大家看，大家没有发现它并没有跌破1/2。好，没有跌破1/2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分析它。好，你看在回档的过程之中，然后守住1/2，那后市呢就有2种走法。一种走法呢，就是它的基本面非常强，所以它后来再向上攻击是呈现45度。那第二个是回档守住1/2，但是反弹的时候不够强，没有45度，那它就是一个正常上涨。那我们刚刚已经仔细分析过长条钢这个部分呢，它跟国内的景气这个地方息息相关。那丰兴的产品呢，它是有除了条钢业以外，线材业也有，所以它是平均分散。那以它的基本面来看的话，它每年的获利就是相对比较稳定，所以这个目前来看它回档守住1/2，在攻高的过程的话，应该是以盘涨的格局居多。OK， 经过这样的分析，大家就会发现，就是说你只要了解这家公司的基本面，然后再把它技术面的部分这个地方做一个了解的话，那是不是你基本面跟技术面做一个结合的话，那对于你来讲选取股票这个地方是不是相对比较容易了呢？ OK， 今天就是我们在对
钢铁业的碳钢、长条钢这个地方，先做一个产略约略的分析。那在下一集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再对个别公司再做比较详尽的分析。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要记得继续收看哦。到了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哦。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